赛季中期了，来系统性的评价一下 S15的一些游戏内容，尽量做到客观。目前准备聊的有神器、海克斯、资源发放、羁绊、果实、抽卡、平衡。大家下期想看什么，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这期先聊神器，数值和机制砍到没眼看了，带特殊效果的神器都被当成普通装备在使用，和新神器加入时的设计初衷相悖。在这之前是另一个极端，我把它称之为英雄强化化，神器等于英雄强化。鲁登、阿离、枯萎、蚂蚱、老登、密营、杰斯、诺手，这种专武给到普通单位，可能强度还不如普通装备。如果神器全部专武化，只在开局出现，平衡做好，每个人拿到直接定正，这也 OK。而且应该先有棋子，再有神器，而不是先有神器再有棋子。问题是，神器是装备，是贯穿全局都能获取到的资源，通用性太重要了。就好比你玩法师给你刷过量治疗，选就让，不选就亏一个海克斯刷新蓝位。神器也是如此，选就很大概率烂，不选有时候是被动给你发的，有时候是站在海克斯蓝位里的，或者说你开出神器看似5选1，实则是单选题或者没法选，因为太多完全拿不了的选项躺在备选框里，这就是一种资源的占用和浪费。在魔法大乱斗塞入大量这种英雄强化化的新神器之前的神器系统是没有崩坏的，当时只有死武、明火3项中亚、博运、投机者大亨、收集者、狙击手、镜子。更早的时候，精灵装备和奥恩装是分家的，精灵分家其实也是对的，毕竟设计理念不同。镜子和狙击手是 S9 出的，这俩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往神器里加一些改变机制的东西，镜子还好，没有改变棋子本身。狙击手开始往棋子身上加攻击距离了，超脱出数值之外的机制，强度注定很难量化。直白一点就是完全没法平衡。比如你怎么去量化鱼骨头的随机锁敌，老火炮就是这样删掉的。永霜和吸血鬼结账估计也是不好平衡拿掉了。狙击手本手也是缺了很多轮数值，数值和机制就是2个系统，机制最好只存在单卡和羁绊里，或者赛季的特殊机制里。装备和装备之间的强度要等价，义子和义子、羁绊和羁绊之间天生就可以不同。然后装备不用想着怎么去搞特殊，因为神器、光装这种相较于普通装备多出来的数值的强度就已经是特殊了。因为一个英雄只有3个装备栏位，装备栏位也是一种资源，2普通装1神器已经比3普通装强了。神器的英雄强化化，在我看来是被证明比较差的设计方向。或许让它数值回归到大号普通装备，不同神器价值之间有一个统一标准，根据英雄定位而不是根据英雄去设计比较好。卢登和3项就是2个代表，3项就是根据定位去设计的，战士类用都 OK， 好不会好到神行无敌，然后通吃全场，差不会烂到底。而卢登就是带着很明显的伤害要求，如果一个赛季只有1-2个义子，单体伤害特别高溢出，那么卢登就会被这2个棋子使用，拿了直接无敌，然后卢登被设计师一砍，变成只能这2个棋子用的普通神器，甚至于更骚的操作是因为卢登把这2个棋子直接砍废了，导致这2个棋子没有卢登直接活不了。典型就是之前原计划泽力的设计，因为原计划装备太强把泽力砍了，导致这个棋子很长一段时间直接成下水道，不在原计划里就完全玩不了。这样一对比，我们就觉得按棋子定位设计会舒服很多。比如魔运可能给猫和卡尔玛很好，但是其他法师也能用。再比如硕刃给到射手定位的就不错，碎剑者、光盾丢给坦克就好了。综上，把神器里带特殊机制的删掉，保留根据定位的一定范围通用的神器。以上就是当前我对神器这个臃肿系统的观点。